俄罗斯的匕首到底算不算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从速度上，它肯定是算了。但是，当我们从高超音速导弹这6个字引发的对于一款极其先进的武器的期待来看呢，要真算上它的话，就有点牵强了。因为本质上，匕首它就是一枚空射的弹道导弹而已，而弹道导弹从来都是高超音速的呀。就连现代导弹和火箭的鼻祖 V2，照这个概念来讲，也能被称之为高超音速导弹。可是，谁会认为它是高超音速导弹呢？所以，究竟什么才能算是高超音速导弹，而匕首又到底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2点：速度和机动性。美国的导弹防御拥护联盟说，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那些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机动的武器。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说，高超音速导弹是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大气层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机动的武器。仔细对比，好像定义里面少了整个飞行过程这个约束条件，所以看起来是要松一些的。而这个呢，也正是为什么能够把匕首归为此类武器的关键了。这个咱们稍后再说。从速度和机动性这2点出发，现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通常所指的就是2类导弹系统了，一个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另外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被火箭推进到极高的速度，直至冲出大气层。但接下来的操作它就跟弹道导弹不一样它不会像弹道导弹那样在大气层外划出一条容易预测的抛物线，而是会在发射后不久呢便重新进入大气层，依靠其升力体的外形，在不使用发动机的情况下，灵活地飞跃数千公里，直到抵达目标头顶。我们的东风17是这样，俄罗斯的先锋也是这样，而美国也有2款这样的武器呢，正在开发。那另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呢？它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这个家伙在飞行全程都是有动力的，所以就拥有了不可比拟的超强机动性，以及不用再飞那么高，靠势能换动能了，也就更难被探测和拦截了。但是在如此高的速度下，飞行如此远的距离，它需要装备一台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而正是它几乎就拦住了所有人的脚步。怎么回事呢？因为普通的以吸入空气来燃烧的发动机呢，都是工作在高超音速以下，甚至是超音速以下的。他们一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二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速气流了。SR-7上面的 J58 是一台复杂的可变循环发动机，在高速之下呢，不过也就是3马赫可以开启冲压模式，让迎头冲进进气道里面的超音速气流呢，替代压缩机的角色，在被进气道减速变为亚音速气流的同时，获得了高压，得以在燃烧室里面充分燃烧，再以比进气时更快的速度从尾巴喷出去，提供推力。但你再来看装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的发动机呢，它的进气速度会是更快的高超音速了。当然也是可以不要压缩机自己就能压缩自己了。但要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压缩到亚音速，好燃烧，但是燃烧完喷出去的也就是个超音速而已。这一前一后反而损失了速度，顶多平进平出吧。怎么提供推力呢？好，那就别压缩到亚音速，就让气流保持在超音速的状态进入到燃烧室，好歹嘛，燃完之后还能以更高的高超音速喷出来。但是火苗它就不给面子了在超音速气流的冲击下，它很难稳定的燃烧。美国的 X-51A 在空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稳定燃烧200秒的成绩，而我们呢，也只是在地面上把它坚持到了600秒而已。看起来试验都还在早期，就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部署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了。那匕首又算什么呢？它顶多算作一类叫做制导弹道导弹的，勉强可以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的类型了。它绝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跟弹道导弹一致，只是在最后阶段靠鳍片做出一点机动的动作，把自己带到目标的头顶嘛。匕首虽然在2017年才投入使用，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武器，而是陆基发射的，早在苏联时期的1988年就开始开发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改进版而已。的确在米格3E的帮助下，它是可以把自己加速到高超音速，也的确可以在整个飞行阶段实施机动，但总感觉有点像是靠蛮力来完成的，跟我心目当中的高超音速导弹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好了，你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先来看2段舰载导弹垂直发射的视频。
有看出啥区别来呢？前者是在发射筒里面先点燃发动机，然后再冲出来的，而后者是出了发射筒再点燃发动机的。所以它们一个叫做热发射，一个叫做冷发射。美国基本上都是热发射，俄罗斯则基本上都是冷发射。这两者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有何优劣？我们国家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又是用的哪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说热发射啊。它也被叫做自力发射，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发射呢，就是靠导弹发动机点火之后产生的推力来自己将自己送出去的。原理比较简单，所以发射筒的结构呢也比较简单。只是由于火焰一开始是在发射筒里面烧的，为了避免把大家闷熟啊，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排烟通道了。这个画面上，在导弹还没有出来前就已经垂直喷出来的火焰呢，就是发动机经过排烟道后释放出来的火箭燃气了。你看它呈现出这么细长的一溜，是因为这根烟道是一个共用的烟道，它承担了一整排发射筒的排烟任务。除此以外，好像也没啥好说的了。那么优点自然就是效率高、体积省、重量轻、成本低，维护保养啥的也很方便了。所以美国人很精啊，一早就开始使用这种热发射了。为什么俄罗斯不用呢？大概跟它的缺点有关啊。我查了一些资料，看了很多有趣的讨论，其中有一个观点呢，我是比较认同的，那就是俄罗斯早期导弹的发动机工作起来并不稳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热发射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是致命的，因为发射筒本身是没有动力的嘛，它就无法将出了问题的导弹给弹出去，只能任由它留在里面炸膛了。这多吓人啊！直接就把俄罗斯人劝退了。算了，你欧美胆大，你玩，你们好好玩，我还是去搞冷发射吧。所以啊，发射筒自身不带动力呢，勉强算是一个缺点吧。另外一个更为明显的缺点，其实是高温燃气对导弹和舰体带来的影响了。你仔细看啊，导弹每一次窜上天的时候呢，都要被自己的烈焰从头到脚烧一遍，这不是也很危险吗？尤其是随着导弹越发越大，发动机喷出来的燃气越来越猛，它所带来的隐患也就越发明显了。再加上，由于用导弹发动机直接热发射呢，会在一开始用掉更多的燃料，这就损失了一定的射程嘛。所以有的导弹系统呢，还会在屁股上专门加一级起飞发动机的舱段，等于就是把发射筒省下来的钱给装在导弹上了。此消彼长，好像优势也并不是那么明显了。那咱们再来说说冷发射吧。冷发射呢，又叫做外动力发射，它是通过发射筒底部的燃气发生器产生出的高压燃气，推动气缸当中的活塞，拉起底部的提弹梁，将导弹给弹出去的。跟弹弓的原理简直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这是个要命的大弹弓。由于在这种发射过程当中，发射装置是需要承受住燃气发生器所产生的高压的，所以对结构与材料的强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跟热发射的排气恰恰相反它必须要保持良好的气密性才行啊。再加上较为复杂的导气、活塞和提弹装置，就让冷发射的整体成本呢高上了许多。但换来的嘛是安全性。由于导弹是在离开发射筒后才点燃发动机的，就不会让舰体和导弹面临高温炙烤的窘境。对于导弹本身的强度呢，也要求较低了，也对导弹的气动外形改动的较小了，有利于保证导弹的飞行性能。同时啊，若在发射过程当中导弹遇到了一些意外，比如发动机意外点火，也可以通过外力直接将其弹出，避免了对发射装置和周围设备造成较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普遍的认知是冷发射较热发射更有优势，也是在发射中大型导弹时的首选了。好了，该说到我们自己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了，它采用的是哪种呢？我们虽然在这个领域里面比美国和俄罗斯都要起步的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经过10年时间，就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了。而且它既可以热发射，也可以冷发射，是个冷热兼容的发射系统。既可以热发射体型较小的中近程防空导弹和小推力的反潜导弹，也可以冷发射大型的远程防空导弹，并且在2个技术上呢都是有突破的。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还记得一开始说的热发射，通常都是多个发射筒共用一根烟道，并且还会让高温燃气倾泻到出筒中的导弹身上吗？这很危险，对吧？我们的第3代垂发呢，这直接改掉了这样的设计，不共用排烟道了，而是单个发射筒自带单独的一个排烟系统。它是这样做的，每个发射筒分为内外2层，导弹放在内层圆筒当中。
而在两层之间呢，留上空隙，这个空隙就是用来排烟的。当高温燃气经过发射筒底部导流锥的作用后呢，会反向经由这个空隙向外排出，短时间之内啊，包裹住正在出发的导弹。这不依然还是把热量倾泻到了导弹身上吗？换汤不换药吗？等等啊，这个空隙的形状并不是这样，而是这样的。它看起来像什么？像不像火箭的喷口啊？对的，工程师就是这样设计的。再把内外两层圆筒之间的空隙做成跟火箭喷口一样，先收缩再扩张的造型之后呢，就能让原本亚音速的燃气变成超音速后喷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啊，燃气的总能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动能提高，内能就必然会减小，而温度正是内能的体现，所以结果就是燃气的温度降低了。测试显示，采用这样的结构呢，发射筒出气处的温度至少可以降低30%，大大缓解了对导弹和舰体设施的影响了。这是热发射时的黑科技，冷发射时呢也有黑科技啊。刚才有一个冷发射的缺点，我故意没有讲，就是传统冷发射所采用的活塞气缸式弹射装置了。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导弹在发射筒内的实际受力行程不到发射筒长的一半。当提弹梁撞击到缓冲器后，便与导弹分离了。之后，弹射装置对导弹便不起作用了。这也导致提拉活塞的长度无法轻易的省下来，否则就会因初速度不足影响导弹的正常发射。而增加燃气发生药、提高弹射力的方式呢，也会使导弹过载骤然增加，而影响发射安全。那怎么才能在保证体积与提升功率之间找到平衡呢？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妙招啊，把原本只有1级的活塞筒做成2级。先是让1级活塞筒拉着2级活塞筒和其底部的活塞一起向上跑，等2级活塞筒顶到上面的缓冲器之后呢，其气缸的进气孔正好也跟进气管接上了，于是底部的活塞继续上升，直到把导弹完全推出发射筒。这段文字是比较绕，但是多看几次动画演示，相信你能很明白我说的意思了。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弹射缸的长度被减小为整个发射筒长度的1/3左右，却并没有牺牲发射时的功率。于是又强又小，既能装也能藏，站到了世界领先的位置。还能说什么呢？咱们再接再厉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个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海上追逐场景呢，实际上是真实发生的。追的一方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被追的一方就厉害了，是哥伦比亚毒贩的自制潜艇。已经很令人震惊了吧？毒贩居然拥有自己的潜艇，但先别急着把嘴张大啊，更令人吃惊的在后面呢。相比起这些业余的潜艇啊，毒贩们真正看上的其实是一艘前苏联的胡布级攻击潜艇了，而且他们还真的就差一点从俄罗斯人手上把它给买到了。怎么回事呢？故事还要回到30年前啊。那一年是1991年，苏联解体。虽然一个新的俄罗斯政府取而代之，但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呢，依然陷入了可怕的财政困境当中。由于缺乏运营和维护其庞大军事机构所需要的资金啊，他们甚至连人员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结果就造成，既然国家靠不住，那军方的官员们就只有自寻出路维持生计了。他们的出路就是变卖军火。给你举一个非常奇葩的案例啊，由于 hold 不住对资本主义糖水的热爱，俄罗斯的官员们甚至用了一支由军队和潜艇组成的舰队与美国饮料巨头百事可乐进行交易，以换取一批新的汽水。同时啊，直接就把这家饮料公司推到了这个地球上第6大海军拥有者的位置上了，百事海军就此诞生了。好在它毕竟还是家美国的公司嘛，虽然五角大楼并不太高兴，但也犯不上过度干预。再加上百事的 CEO 唐纳德·肯德尔呢，还巧舌如簧，口口声声说，你看咱这可是为了缩减俄罗斯的海上力量做出了突出贡献啊，就差伸手要个奖章了。五角大楼想想，也是啊，于是就这么算了。但是对另外一起涉及到削弱俄罗斯海上力量的交易呢，他就怎么也算不了啊，因为这笔交易的对象是大名鼎鼎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卡利。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80年，一位名叫路德维希·费因伯格的俄罗斯男人带着他的美国梦来到了迈阿密。他很快呢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黑帮甘比洛家族的打手，干的都是那些我们经常能够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事情啊，从各种人身上榨取金钱。因此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泰山，并且最终赚到了足够他建立起属于自己事业的第一桶金。犯罪事业的风生水起呢，也很快帮助他结识了很多黑白两道的朋友，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就是90年代著名说唱歌手香草冰了。
香草兵觉得，耶，你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胡安·阿尔梅达很登对嘛，他可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生意人哦。我来介绍你俩认识认识。这两哥们儿走到一起呢，发现果不其然啊，正好可以把国际生意给开拓了。阿尔梅达经营着高端船只和异国情调的进口汽车生意，小有成就，而且骗术了得啊。泰山则来自俄罗斯，在这里和家乡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于是他们的生财有道就是在崩溃后的俄罗斯飞进飞出，用美元购买从摩托车到直升机的所有东西，然后再将这些东西呢卖给客户来获得可观的利润。很快，他们的客户中就有一个大人物了，他就是在美剧《美国头号通缉犯》中拥有主角光环的纳尔逊·耶斯特了。耶斯特则与另外一个更加响当的名字巴布洛·埃斯科巴经营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各个方面来看耶斯特都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罪犯了。比有点滑稽或者说不那么凶神恶煞的泰山和阿尔梅达都要更加严重。尽管如此呢，泰山还是选择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并且他们的这种友谊在通过由耶斯特牵线卖给了麦德林集团2架俄罗斯的卡莫夫直升机后呢，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了。在这之后泰山和阿尔梅达2个人就正式成为了贩毒集团在采购俄罗斯装备时的中间人了。他们经手过很多的猛料，但最猛的莫过于从麦德林集团里面分离出来的卡利集团的一个请求了，因为这个请求是一艘潜艇。毒贩认为这个主意酷毙了既新鲜又隐蔽，而且一次还能吃个大的，实在是很吸引人于是他们就问耶斯特能不能搞得到。耶斯特一听火来了，就给毒贩们开了一个价，要5000万美元。这个价格差一点直接把毒贩们劝退了。好在耶斯特反应快马上就加了一句，但你们一次能运价值4000万的货2次不到什么都赚回来了。别犹豫要相信自己一开始的直觉嘛。于是毒贩点了点头 ，Let's do it。剩下的嘛就是泰山去联系他在俄罗斯的关系了。几天之后，电话打了过来，对方一开口呢，就把泰山给直接问懵了。你是想要一艘带导弹的，还是不带导弹的潜艇呢？不，最好还是不要带吧。总之这话里的意思就是只要钱管够，什么潜艇你都有他们聊到的是一艘胡布级的柴电混合动力攻击潜艇了。它从1950年代起便开始服役了，长约90米，宽约7.5米，有着足够的空间放下卡利集团所有想要装的毒品了。而且还附着10个鱼雷管呢，意味着万一发生意外，还有足够的火力干上一场完美。当然大概率是干不起来的，因为这款潜艇真的是足够隐蔽啦。虽然柴油电力潜艇在水面上时比美国使用的核潜艇呢更加容易被发现，这主要是归功于它的发动机声音很大，并且要排放废气嘛。然而一旦潜到水下呢，潜艇本身实际上就不会再消耗柴油了，为它提供推进力的是已经由柴油发动机充好电的电动机了。因此即使是柴油潜艇在水下也是很难被发现的。事实上在2005年举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中呢，一艘巨大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多次被一艘成功潜入航母编队的瑞典柴电潜艇击沉所以不用说这样的潜艇只要是个想要把毒品偷偷运到迈阿密的毒贩，看了都会直流口水的。我们接着前面讲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呢，泰山和阿尔梅达就启程前往俄罗斯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待他们的居然是一些俄罗斯的高级海军军官，并且直接就把他们带到了其中的一个秘密潜艇基地里面，让他们尽情在这儿参观选购，搞得泰山都有点不自在了，开始怀疑起来，这到底是个合法的交易还是个非法的交易呢？直到他问军官们，我能不能跟这艘潜艇合个照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向毒贩们证明他们想要买的潜艇的确就停在这儿嘛。被显而易见的理由给拒绝时，他才确信，这的确是个非法的交易不过有什么问题不能用钱来解决呢？他随即掏出200美元，默默地递给了陪同的俄罗斯人。手握巨款之后呢，军官说，不是不能拍是不能随便拍，比如咱俩合个影什么的是没问题的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好了，潜艇在这儿，交易也已经谈妥，就等着耶斯特打钱了。可事情哪有那么顺利呢？一方面联邦调查局早就把泰山给盯上了，甚至就在他的身边呢，还被安插进了卧底。正是这个卧底首先发现被泰山随意放在桌子上的和潜艇的合影照片的。另外他还送了一部号称是无法追踪的手机给泰山，但实际上呢，泰山打的每一个电话都被监听下来了。这被卖的真是一点不剩了。
但事实证明，它还能被卖得更惨。跟卡利集团对接的耶斯特呢，告诉对方，你们应该每2周支付一笔1000万的费用来分期购得这艘潜艇。但是在收到第一笔货款之后呢，就消失了。当然，一起消失的还有这笔本来应该是打给泰山的1000万嘛。你看，里里外外都被人卖了，这个泰山可比那个泰山惨太多了。不过好在是这样，毒贩们的俄罗斯潜艇之梦呢，才最终成了黄粱一梦啊！否则开篇的那场戏呢，可能就要重拍了。我是火箭叔，今天的故事到这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用电磁弹射来获得初速度呢？理论上是可以的，让我们来算一算啊。假设我们发射的是一枚载人的火箭，宇航员能够较长时间忍受的加速度大约是5个 G 左右，也就是49米每20方秒。以这样的加速度将火箭加速到低宇宙速度7.9公里每秒，需要的时间大约为161秒。由于是匀加速运动，所以根据公式1/2 AT 平方算出来的加速路程大约就是635公里。我的坐标在南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修一条这样的电磁火箭弹射轨道的话，需要从这里开始笔直的拉到湖北荆门去。这个从建筑规模上来看呢，就已经非常夸张了。我们再来看看它所需要的能量。一个100公斤重的物体在到达低宇宙速度后所具有的动能大约是3.12吉焦，也就意味着即便只是将一个100公斤重的物体在161秒内加速到低宇宙速度，就需要有几十兆瓦的平均功率，这已经达到了我们目前用在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的极限了。更不要提它在规模上和工作时长上都要远超航母。那么，能不能像网友轻松1287856说的那样，咱们建一个很深的竖井，拉长发射距离，增加加速时间，并且还要自带燃料，降低对电磁加速的要求呢？这个嘛，得看哪天我们真的能把井挖得更深一点再说吧。目前我们钻的最深的地方是地下12公里，并且呢，它的直径也只能放得下一个小一点的盘子而已。对于火箭发射，好像还差得很远啊。其实说到底，电磁火箭发射技术真的不太适合地球，一是引力太大，二是大气太稠，即便弹出去了也很难达到低宇宙速度。倒是那些引力又小又没有大气的地方非常适合，比如月球或者是太空当中。这样的装置叫做质量投射器 ，NASA 早就在研究了。随着月球基地在未来的兴建，我们或许很快就能够见到它了。最后再读一条评论：火箭叔的真名叫刘一伟吗？这个非也，但并不影响我也会做的一手好菜哦，不信咱瞧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又好做、又好吃、又好看的番茄香芹沙拉。3款颜色鲜亮的蔬果搭配在一起，像极了春天的感觉。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别有一番温暖的滋味。圣女果的酸甜，蘑菇的弹滑，香芹的脆嫩，被黑胡椒和芥末综合到一起，柔和中带着刺激，非常适合害怕麻烦又不甘平庸的你。我们的食材呢是需要一些圣女果、蘑菇，还有香芹。然后调料我们需要一些蒜末、法式芥末沙拉酱、盐、黑胡椒，还有一点点的橄榄油。为了把我们的沙拉做得更好吃呢，我们就要提前处理一下食材。比如说这个蘑菇呢，我们就要把它切片，然后腌制。圣女果虽然说是可以直接生吃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腌制并且煎炒之后呢，口感会更好。第一步，我们先来准备蘑菇，把它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好，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小碗里面，然后撒上一点盐，来腌制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处理圣女果，圣女果就很简单啊，只需要一刀把它分为2半就可以了。这样，好，同样呢，我们也是把它装到一个小碗里面，然后撒上一点盐，还有蒜末，然后再挤点黑胡椒。好，同样我们也是把它搅拌均匀。在腌制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香芹处理出来。香芹也很好看啊，只需要把它切断就行了，3厘米左右的香芹段。今天我们为沙拉准备的香芹呢是生的，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生的口感的话，也可以用热水把它稍微焯一下。好，切好的香芹呢，我们可以提前把它放到这个大碗里面。好，上锅，蘑菇只需要煎到2面金黄就可以了。蘑菇倒进去，好，金黄色已经出来了。好，下面呢就轮到它了，圣女果。圣女果倒进去，哇，很快就香气扑鼻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煎制的生鱼果和蘑菇了。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最后的操作了，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沙拉酱，淋上去，放盘。看起来和闻起来都相当美味，所以说我就不客气了，先来。太好吃了，你学会了吗？好了，上得了科普，下得了厨房的火箭术，值得你的关注。下一期我们接着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这是一枚反坦克导弹的模型，我是根据法国 MMP 导弹的大概样子做出来的，跟所有导弹长得都差不多。它的头上是导引头，中间是装着战斗部和火箭发动机的弹身，其中伸出8个叶片，用来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尾巴上很自然，肯定是有一个能够推动导弹前进的喷嘴了。不过，要是再仔细点看的话，好像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这根从导弹尾巴上长出来的细线了。它是什么？有什么用？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是用来在导弹与控制装置之间传输数据的光纤了。以前我们讲过线控的鱼雷可没有想到，在天上飞的速度比鱼雷要快很多的导弹，竟然也是有线控的。那它为什么要用线控呢？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确还是存在很大的优势的。我们分别来讲讲。反坦克导弹是2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单兵想要对付坦克呢，能用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反坦克火箭筒了。但是那个玩意儿精度不高，尤其很难击中移动中的目标，因为在战场环境下嘛，发射火箭弹之前还要计算好复杂的提前量，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呢。那如果给火箭弹加一个遥控装置，在发射前不用计算提前量了，而是改在发射后，让士兵一边盯着目标，一边操纵火箭弹飞向目标，可以吗？这个呢就是第1代的反坦克导弹了。此时的士兵更像是一个操纵遥控飞机的飞手，需要全程仔细观察并控制导弹飞行的方向，直到它撞到目标上才行。那么控制指令是怎么从士兵的遥控器上传递到导弹上的呢？靠的就是一根导线了。因为这个时期的技术水平很难降低无线电设备的体积、重量和成本，再加上从火箭弹简单升级上来的导弹本身呢，射程也很短，飞得也很慢，一根导线完全就够用了。最重要的是还十分便宜。你看，大体框架就基本这么确定下来了。即便之后的第2代反坦克导弹在对制导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升级，将士兵根据经验来手动操纵导弹，变为只需要把10字压在坦克上，导弹自己就能飞过去了。但用导线来传递指令这方面呢，还是大多被延续了下来。因为相比起此时已经可以用的无线电，导线还是更便宜、更可靠。好了，再后来呢，终于出现了真正可以发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了。比方说很有名的标枪。它可以自己锁定目标后自主生成制导指令，完全不需要射手这边提供多余的信息了，导线也就在它身上彻底被抛弃了。看起来它已经进化成了一枚真正的导弹的样子了。毕竟拖根绳子这个画风嘛，虽然发射后不管好是好打击精度高，射手也能马上撤，但问题还是会有比方说，导弹飞了一半，你突然发现一开始瞄准的是个假目标，或者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这个时候想要让导弹再改个方向，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于是后来人们又把导线给加了回去，而此时加回来的就是不仅可以把指令传出去，还能把图像传回来的光纤了。光纤传输的优势非常明显，不仅速度快，数据量也可以很大。所以在现在的反坦克导弹头部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光学摄像机的，它可以将导弹飞行途中看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射手控制台的屏幕里面，赋予了射手一个导弹视角，从而令其可以更轻松地操纵导弹。具体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一个是发射后锁定，也就是射手可以先不用瞄准目标，而是躲在隐蔽的位置，把导弹给先发射出去，然后用升空后的导弹视角来选择和锁定目标。这个的附加好处就是增加了射程，因为它不再受到目视距离的限制了嘛。2是模式任选，射手也可以在一开始瞄准目标，采用发射后不管的模式，让导弹认准目标，出发后自己去追踪并完成打击。但也可以随时人为介入，去改变攻击目标或者是放弃攻击。3是体型小巧，由于通过光纤可以随时与制导站交流信息，它自身所携带的系统就可以很简单，既可以把体型做得小巧，也可以把单发成本做得很低，有利于大批量的生产和装备。
这也难怪直到今天啊，还有很多先进的反坦克导弹舍不得剪掉尾巴上的这根线了。但有个问题啊，导弹的推进火箭在尾巴上，光纤也连在尾巴上，怎么就不见高温把光纤给烧断了呢？秘密就藏在它身上装着不止一台发动机上了。尾巴上呢，确实是有一台，但它只是短时间的燃烧，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导弹推出发射筒而已。这段光纤有比较特殊的保护，加上燃烧时间又比较短，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出了发射筒之后呢，真正的主发动机要点火了，它在哪儿呢？它其实是在导弹的中段，然后喷口不是直接向后，而是斜着向两个侧面，就像这样一样，左右两边对称斜着喷，靠向后的分力继续把导弹推向目标。虽然这样的画面比较少啊，但我还是找了几个给大家看看。其实做完这个模型之后，我才发现真正的 MMP 侧喷管呢还要更靠前一些。改天我再修改一下，顺便再给它加一个底座，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桌上摆件了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但有的时候知彼它不容易啊。对方的先进武器总是处在严密的防护之下，怎么搞到它的资料呢？去偷去抢吗？美国人说不一定啊，咱还有一招，买。是的，1990年代，美国人就从自己的头号对手俄罗斯手上买到了一枚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回来，仔细的去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以确保它对自己不再构成威胁。这个有点无语了吧？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奇葩的故事。首先你要知道啊，反舰导弹有一招非常特殊，它叫做掠海飞行。简单说就是尽可能的贴近海面去飞。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球表面的曲率和海面上雷达杂波的影响，掠海飞行的导弹呢会更晚才会出现在探测雷达的屏幕上。二是一旦被探测到，它也是以较小的暴露面积出现在防御火力的面前的，也就更不容易被拦截下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它也有两个问题：一是由于贴得太近，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把自己提前给栽进水里面；二是高速气流有可能会引起水花飞溅，模糊了倒影头的视线，也就降低了它的工作效率嘛。怎么办呢？反舰导弹自有办法啊！携带着无线电高度计的它，居然能够自行的评估海况，然后决定要飞多高。它是这么做的啊：测量海浪的波长和波峰的高度，与储存在机体内的海况数据一对比呢，就能够知道海面的情况了。要是海况为0到2之间，也就是平静的海面的话，那就飞得近一点，通常也就是海面以上5米左右。要是海况为3到5，也就是波涛开始涌现的海面，那就飞得稍微高点，上升到20米左右。真的是相当智能啊！所以你的对手要是有一枚这样的导弹，你说你怕不怕嘛？而且就我们刚才说的那段贴近海面能够自行评估海况的掠海飞行，还是在超音速的情况下完成的，就不是怕，而是恐惧了。不巧，俄罗斯的 KH-31A 呢，就是这样的一枚导弹了。其实它最初是在苏联时代就开始开发的。1970年代末期，苏联 ZS 公司呢揽下了一个活，它要开发一款高速的反辐射导弹，目标是追踪并摧毁当时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与防空系统相关的雷达，比如美国陆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美国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到了1982年，第一枚 KH-31呢已经准备好了，它成功试射，在满足要求后，最终在1988年正式服役，并在随后的1991年首次公开亮相了。此时呢，它已经有了衍生的版本了啊。KH-31P 采用高空飞行，专门用来打雷达 ；KH-31A 采用掠海模式，专门用来打舰艇。两者都是先使用火箭助推器把自己的速度提升到1.8马赫之后，再开启冲压发动机，以全程超音速的模式抵达目标。高空飞行的 KH-31P 最高可以飞到3.5马赫的速度，而即便是贴着海面飞行的 KH-31A 仍然可以达到2.5马赫的速度。优良的性能让它至今仍在使用。
好，再说美国人，几乎同一时期，他们就已经在琢磨着怎么防这个玩意儿了。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要防就得要知彼才行。既然对方是一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我至少也要开发出一个类似的超音速反舰模拟导弹出来，才能够训练我的反导系统不会吃它的亏才行嘛。于是，一个叫做 SLAT 超音速低空目标的研发项目就在美国海军的要求下展开了。这个高速低空飞行的目标将成为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的关键工具。可是美国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一开始，他们准备拿一些退役的 RM-8黄铜骑士舰空导弹来改装作为模拟目标，但是他们的性能实在是有些太拉垮了，作为模拟，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呢，都是不够格的。接着，他们专门开发了一款叫做 YAQM-127A 的模拟目标，为了尽可能的接近假想敌的样子，它也是采用火箭加冲压发动机的组合作为推进系统，但是却问题重重啊！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的1月，测试了6次，只成功了1次。在继续又硬撑着测试了2次，但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呢，国会终于忍不住了，叫停了这个项目。于是这个时候海军就尴尬了，他拿什么来当假想敌呢？此时正好是1991年，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解体，俄罗斯严重缺钱。既然缺钱嘛，那就什么都能卖嘛，即使是国防产品也是可以商量的。美国人的眼睛都亮了，此时不少货何时才少货啊？像波音、麦道这样的航空公司呢，纷纷都冲到了俄罗斯，以最好的条件建立了自己的业务，其中当然就有给美国军方夹带的私货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家研发了 KH-31的 ZS 公司，此时呢也是穷到不行啊，于是麦道看准机会就下手了，游说他说：“哎呀，你看你手上握着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高价卖给我们呢？”不，别担心啊，我们不会拿它当武器的。你就把壳子和发动机卖给我们就行了，让我们一起为了人类的和平利用科技，好不好啊 ？ZS 一想，也对啊，我只要把导弹上的弹头和制导系统给拿掉，你拿回去好像也的确干不了什么坏事啊。再说有钱了才能留得住青山，才能不怕没柴烧，才能过下日子，才能熬出头来嘛。卖，于是美国人居然就这样拿到了本来是瞄准了他的武器，并且转过身来利用它训练出了自己的一套护身符。你说讽刺不讽刺嘛？原本这些经过改装改名为 MA-31的模拟飞行器，卖到后来被波音收去，准备至少34台出来。不过由于后来逐渐反应过来的俄罗斯限制了出口，最终只有18台诞生，但18台也就够了啊。美国人的模仿之路呢得以顺利延续，并且看起来它是不会停下的，因为如今不是又有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始对着它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如果美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M1A2 阿布拉姆遇上了俄罗斯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T-24阿玛塔，谁会赢呢？咱们先来看看纸面数据啊。火力上 M1A2 装备着一门来自德国莱茵金属的120毫米口径 L44 滑膛炮，可以发射目前最新一代的 M829A4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据说达到了能够在2公里处穿透750毫米军制装甲的能力，而且还专门针对俄罗斯坦克常用的爆炸式反应装甲做了优化。像是 T90、T80 这样的坦克呢，穿透起来应该是毫无压力的。再来看 T14这边，它的主炮从口径上看比 M4 的要略粗，达到了125毫米，所以膛压和粗数都会更高。用的则是自己看家的 2A82-EM 滑膛炮。公开的数据表示配合其最新的真空系列穿甲弹，可以在2公里处穿透900毫米的军制装甲。你看穿甲能力呢确实要更好一些，但考虑到 M1A2 在最新升级的版本里面也加厚了自己在炮塔与正面的倾斜装甲，使它针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防护水平分别达到了960和590毫米，因此T14的主炮直接跟 M1 干起来呢，还真不见得会更有优势。不过 T14可以从射程上扳回比分嘛。当然用的不是穿甲弹了，而是反坦克导弹。跟 M1 不一样，俄罗斯的坦克，准确说是苏联的坦克，从 T64 开始呢，就可以直接通过主炮来发射反坦克导弹了。在10公里的范围内，俄罗斯最先进的 3UBK21 短跑运动员，只要来一次攻顶操作，应该还是会对 M1 造成不小的威胁的。毕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First look, first kill， 先见先杀。作为号称第4代主战坦克的 T-14呢，在车载光电系统方面确实要更有优势啊。它是第一个把相控阵雷达装在身上的坦克，也是第一个在炮塔里面完全就不装人的坦克，让躲在超厚装甲的车身当中的炮手也能通过电子眼和超视距指挥系统来引导导弹准确的飞向目标。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它时呢，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另外，正好提到了无人炮塔了，这绝对是 T-14最亮眼的一项创新。刚才我们也说了 ，M1 发射最新的穿甲弹时 ，T90 和 T80 都会害怕，但是 T-14呢，至少成员舱是不用害怕的。这里的装甲采用的是第4代孔雀石双重爆炸式反应装甲，其防护水平据说是超过了1200毫米均质装甲。看来 M1 唯一的下手目标就只能是 T-14顶上那个没有人的炮塔了。所以从火力和装甲防护上看起来，好像是 T-14更胜一筹。那接下来咱再比比主动防护呗。T-14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各种软杀伤和硬杀伤来干扰、破坏、拦截来袭的导弹、破甲弹、火箭弹，甚至是动能极高的穿甲弹。那 M1 呢？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它将以色列开发的，并且已经经过实战检验的奖杯主动防护系统引入了过来。尽管技能栏里面缺少了防穿甲弹那一条，但考虑到它是真拦过，而另一边目前只有 PPT， 所以在主动防护这方面，姑且认为 M1 和 T-14呢是不相伯仲的。好，那就再往下看。机动性 ，M1 装的是1500匹马力的燃气轮机，而 T-14装的也是1500匹马力的柴油机，所以两者的机动性是相当的咯。非也得看它俩的重量了。随着 M1 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加东西，最新的 M1A2S1PV3 已经来到了将近70吨的重量了，而 T-14继续维持了俄罗斯坦克的轻量化，只有48吨的重量，所以它俩要是真在路上飙起来呢，肯定是 T-14会更加灵活的。而且这还要看它俩是在哪儿飙了，也许有的地方 M1 是根本过不去的，比方说限重50吨的桥。实际上，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一直都比西方的坦克要小巧呢？原因很大一部分还真的就是在桥以及铁路方面了。俄罗斯的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大多都无法承受50吨以上的重压，所以以前 T72、T80、T90 会受此影响，现在到了 T-14呢，还得受此影响。你不能说造出一辆大坦克却又无法亲自开去参战吧？以前坦克设计的逻辑是保护全身，因为成员既分布在车身中，也分布在炮塔里。那俄罗斯的工程师呢，就有点犯难了，这又要多加装甲，又要装上足以击穿西方坦克的大炮，还得要控制体重，怎么平衡嘛？只能做小一点吧。这在 T72上呢，基本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了。可西方的坦克却凭着自己的基础设施好，越变越大，越变越重。现在你一辆体重已经比别人轻了快1半的坦克，还拿什么跟人家 PK 呢？炮马加不上去了，装甲也加不上去了，难道就只能认怂了？你别说，人有的时候是要被逼逼才行的啊！俄罗斯的工程师们突然就意识到，既然只有大炮和人员最重要，那咱们为什么不将大炮和人员分开呢？大炮还是要上最大的，这个重量咱不能牺牲，而人员全都坐进车身当中，这里我给你们安排最后的装甲来保护。至于炮塔嘛，由于是遥控操纵，防护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减轻装甲，这样不就完美平衡了吗？所以 T-14的机动优势呢是怎么来的？好了，火力更优，防护相当，机动灵活。这么看起来 T-14打 M1 颤抖的应该是后者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啊，以上都是纸面数据，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架。单挑，由于 M1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服役了，所以从车辆到人员都是经验丰富到不行啊，加之美国这么多年来就根本没有闲着，实际操练的时间也比俄罗斯多了去了。两者比起来，一个是老司机，一个是驾照还没有考出来的小萌新，怎么打嘛？另外 M1 这个平台啊，底层基础呢还是纯机械、纯人工的，哪怕这么多年添加上去了很多的电子和自动化设备，但你看它装弹不还都是在靠人手吗？所以可靠性就非常的高，哪怕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瞄准系统都被破坏了，只要人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的话，依然是可以开炮的。再反观 T-14呢，它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了。对摄像头、对传感器、对雷达、对各种各样的电气系统的依赖程度呢非常高。说的不好听一点，偷偷摸摸爬上炮塔，用一罐喷漆都可以将它撂倒了。那如果是打群架呢？
就更没得打了嘛。美国陆军当前正常运营的各种版本的 M1呢，应该是超过了2000辆的。而 T14基于俄罗斯此前和目前的经济状况，生产一拖再拖后，直到现在还都没有正式入列呢。另外，现代坦克战就真的只是坦克打坦克吗？当然不是啊，还得要看军队整体的战场管理能力，比如来自卫星、无人机、战斗机和地面人员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整合、分析、决策等等。只有坦克好，那是远远不够的。好了，纸上谈兵呢，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说错的地方就请大家帮我纠正和补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咱们下期再见了。